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猪废皮，今天来分享 Blake Bensel。Blake Bensel 是暗网知名网站思路2.0的创办人。先前过着双面生活的他，最终在判刑下进入政府机关工作赎罪，现在则在加密领域继续创业。本文源自《纽约时报》Ryan Mac、Kashmir Hill 所著的 He was an online drug lord。Now he's a crypto entrepreneur， 由 TechUp News 编译 ，Panus 整理。如今刑期已满且缓刑期也已结束。36岁的 Bensel 正在推广其成立2年的新公司 FedMax。该公司旨在为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追踪加密货币交易的软体，以确保合法合规。今年5月，在奥斯汀举行的一场加密货币大会上 ，Blake Emerson Bensel 和其他数十名企业家一样，积极地游走在潜在投资者之间，试图从他们手中筹集资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人能像 Bensel 一样展示自己作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毒品犯罪网络领导者的经历。在大会的 Deal Flow 区，身高仅1.62米的 Bensel 将胡子刮得前劲利落，身穿一件印有其初创公司标志的灰 T， 在餐桌上转过他的膝上型电脑，开始向一位戴着眼镜的潜在投资者介绍他的情况。我是一名终身创业者。Bensel 一边说，一边滑动着 PPT， 详细介绍了他是如何经营丝绸之路 2.0 的。丝绸之路 2.0 是暗网丝绸之路的第2次迭代，有170万匿名注册使用者通过比特币购买了甲基苯丙胺、海洛因等毒品。然后他又讲述了自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以及此后数年的经历。演示完后 ，Bensel 合上电脑，当场与投资者达成了15万美元的合作。Bensel 知道，让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向他人传授合规知识是件很诡异的事，但是在这个满是骗子的行业里，Bensel 认为其经验倒是可以帮助揭穿欺诈行为，避免再出现像 FTX 这样的骗局。虽然 FedMax 还未获得市场关注，但 Bensel 出席 Consensus 大会仪式表明，其长达10年的合法之路已接近尾声。这一路上，Bensel 经历了太多坎坷，比如其基督教家庭教育背景下的童年生活，以及经营每月非法毒品销售额达800万美元网站。为了赎罪，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秘密地帮助政府打击着加密货币滥用。这是一段追溯比特币自身从与暗网犯罪有关的投机性数位货币演变为华尔街认可的投资资产的旅程。就连曾参与丝绸之路案件调查，一些持怀疑态度的政府调查人员也变成了狂热的加密货币布道者，其中一位名叫 Vincent D'Agostino 的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更是投资了 Bensel 的初创公司。眼前看到的这张照片是4-5岁的 Blake Bensel 正在玩电脑。Bensel 在休斯顿长大，是家中独子，并在家中接受教育。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母亲 Sharon Bensel 是一名社群学院教师，父亲 Larry 则是一名软体经理。在母亲眼里，Bensel 矜持谨慎，非常聪明，而父亲常常会在工作时把年幼的 Blake 抱在腿上。那台用于工作的电脑最终也成为了儿子与外界联络的纽带。7岁时 ，Blake 就开始为 Beanie Babies 系列制作网站。14岁时，他与另一名在 AOL Instant Messenger 上认识的少年一起创办了一家网络游戏托管公司。他用母亲的 PayPal 账户订购了一台电脑伺服器，并承诺用客户的订阅费将伺服器的费用还给母亲。回想起来，有些事情确实不一般。Sharon Bensel 说 ，Bensel 夫妇回忆道，他们曾试图把控 Bensel 的上网时间，但年幼的他早已沉迷网络，在网上找到了本应在教堂和童子军中生活中获得的友情和快乐。在坦帕附近的一所小型基督教学校佛罗里达学院短暂就读后，Bensel 于2009年搬到旧金山，开始追逐他的技术梦。起初，他在一家初创公司工作，为家长们开发一款可以控制孩子游戏时间的应用。但4个月后，这家公司就倒闭了。接着 ，Bensel 在湾区和佛罗里达州之间来回奔波，从事各种临时工作。业余时间则沉迷于网络世界中的各种兔子洞，其中最让他着迷的当属比特币。这种当时价值约130美元的加密货币，允许人们进行匿名线上交易。Bensel 读到了一篇2013年的访谈，采访物件是自称为 Dread Pirate Roberts 的神秘人物。他运营一个名为丝绸之路 Silk Road 的网站，是一个贩卖非法毒品的暗网市场，并依靠比特币和 Tor 一种匿名化网络身份的软体，为买卖双方提供隐私保护服务。而当局似乎对此束手无策。作为网瘾少年， Bensel 希望在浏览网际网路时不留下痕迹，于是下载了 Tor。而2013年10月的一个下午， Bensel 在旧金山一家健身房电视上看到的一条爆炸性新闻改变了他的生活。执法部门关闭了丝绸之路，并逮捕了 Dread Pirate Roberts。
也就是 Ross Ulbricht， 而且现年29岁的 Ulbricht 就住在旧金山，是在 Bensel 家附近的一家图书馆中被捕的。Bensel 并不吸毒，也从未访问过丝绸之路，但当他得知当局扣押了26000个比特币时，他立马结束了健身，匆匆赶回家中，沉浸在那场暗网大戏中。Bensel 发现，在联邦调查局关闭丝绸之路网站后，其论坛仍然活跃。一些使用者害怕被指认或被逮捕，但更令 Bensel 惊讶的是，另一些使用者已在讨论建立新的毒品市场。Bensel 认为这些聊天内容随时可能被删除，于是就用电脑程式储存了论坛上的帖子。Bensel 的新事业也因此开启。丝绸之路的一位版主在看到论坛上的资料被复制后，要求知道背后的执行者。而当 Bensel 在匿名聊天服务中透露自己的身份时，版主向他提出了许多技术问题，并最终向 Bensel 提供了价值5万美元的比特币，要求其建立一个新网站。Bensel 知道，在当局四处调查的情况下，帮助搭建非法毒品市场并不妥当，但在手头拮据。刚面试完 SpaceX 且没获得录用的他，开始说服自己，丝绸之路的工作只是一些临时的编码工作。25岁那年，我还不懂所谓的共谋。Bensel 说，我以为我只是一个无名的幕后开发人员，基本没有风险。当然了，那时的 Bensel 也没有考虑过暗网可能带来犯罪或与自由使用毒品相关的危害。他相信 Dread Pirate Roberts 提出的自由主义论点，即丝绸之路可以通过允许使用者对产品和卖家进行评级，来降低与毒品有关的危险。Bensel 花了3周时间编写了后来的丝绸之路 2.0， 网站也在 Ulbricht 被捕1个月后上线。这时Bensel 打算离开，但雇佣他的版主提出，如果他继续管理网站的伺服器，就可以分的50%的利润。我肯定知道这是非法的， Bensel 说，但网站上线第一天，注册使用者就达到了10万名，这种感觉太棒了，人们终于开始使用我建立的东西了。同年12月 Bensel 收到了 SpaceX 的 offer， 职位是飞行软体工程师，虽然薪水并不高，且每周需在湾区与公司南加州总部往返，但他还是接受了 offer， 因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就这样 Bensel 开启了他的双面生活，但因合伙人的退出、被捕并被确认为一名居住在英国的19岁青年， Bensel 不得不在关闭市场和独自经营间做出选择。我接管了全部领导权， Bensel 说，一夜之间，我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销售网站的负责人。经营丝绸之路 2.0 耗费了 Bensel 所有精力，导致其白天在 SpaceX 工作时也难以集中精神。有一次，他直接爬进了 SpaceX 的 Dragon 太空舱原型，眯了一觉。每个晚上都是 Bensel 积累财富的时刻。丝绸之路 2.0 从每笔交易中抽取大约8%的佣金，因此他每月的收入高达50万美元。Bensel 将其中一部分用于雇佣10几名匿名使用者，以帮助其提供客户服务。2014年1月，Bensel 用比特币购买了一辆价值12.7万美元的特斯拉 Model S， 过上了奢靡的生活。他会乘坐私人飞机飞往塔霍湖参加科切拉音乐节，并在 Instagram 上分享沿途的美景。Bensel 从未把用于暗网生活的电脑带进 SpaceX， 因为其害怕安保人员会发现他的所作所为。然而，在骇客入侵了丝绸之路 2.0， 盗走价值约270万美元比特币的2月某一天，他在 SpaceX 食堂里听到了一位同事的评论：竟然会有傻子重启这种愚蠢的网站，你敢信？不久之后 ，SpaceX 以业绩不佳为由解雇了 Bensel， 而他也一头扎进了他的犯罪事业。该网站宣布，在客户获得补偿之前，不会获取任何利润，于是人们继续使用该暗网市场。而 Bensel 也更加依赖于他的匿名客服团队。他说，尽管网络遭受骇客攻击且有法律制裁风险，但自己仍觉得肩上担负着将网站运营下去的责任。然而，法律制裁比 Bensel 想象的来得更快。Jared Yagiayan 是 Bensel 雇佣的几位匿名使用者之一，负责客户服务。他实际上是国土安全部的一名卧底特工。Bensel 雇佣的匿名使用者中，有一位来自国土安全部的卧底探员 Jared Yagiayan， 负责帮助 Bensel 提供客户服务。Yagiayan 曾帮助调查过最初的丝绸之路，通过假扮成热心的社群版主，赢得了 Ulbricht 的信任。这一次 Yagiayan 花了数月时间潜入丝绸之路 2.0， 但收获并不多。
他仅仅知道了 Benzo 的化名 Defcon 及其对技术的敏锐性。联邦调查局侦破丝绸之路 2.0 的真正突破靠的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该研究团队研发了一种方法，可以揭露 Tor 一直试图掩盖的用于托管暗网伺服器的位置。联邦当局立刻通过该方法将 Benzo 与丝绸之路 2.0 联络了起来。而在调查人员在 Google 搜寻到 Benzo 最近一份工作是在 SpaceX 任职时，大家都认为是有人盗用了身份。负责此案的国税局特工 Gary Alford 回忆称，大家开玩笑地说，一位真正的火箭科学家在运营这个网站。为了收集更多证据，联邦调查局对 Benzo 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监视，然后在2014年11月的一个下午，在 Benzo 驾驶特斯拉驶离家门后，特工们开车对他进行了围堵，并顺利将其逮捕。Deryegian 和 Vincent D'Agostino， 一位来自纽约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也曾参与过最初的丝绸之路案件，将他带回家中，并为其戴上了手铐。在几个月的监视中 ，D'Agostino 读遍了 Benzo 论坛上的帖子，看遍了他的推特，甚至连其 YouTube 上的大学翻唱乐队表演都没放过。D'Agostino 认为自己对 Benzo 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再加上自己此前类似的工作经验，指出 Benzo 并不像是惯犯。在他看来 ，Benzo 与 Albrecht 并非一丘之貉。Albrecht 是对政府权威持怀疑态度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被指控委托他人杀害5名可能会揭露其行动的人，但5人均未死亡，最终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川普最近表示，如果他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将赦免 Albrecht。D'Agostino 表示 ，Benzo 的目标更多是让网站变得更好。Builders 有时会忽略他们所做之事的潜在影响。构建网站的纯粹喜悦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快感。他认为这些技能可能对政府有用。在 Benzo 的公寓里 ，D'Agostino 和 Deryegian 向 Benzo 出示了他以为早已删除的聊天记录，告诉 Benzo 他们知道他就是 Defcon， 且已经搜查了他父母在休斯顿的家，敦促其配合调查。那一刻 ，Benzo 知道自己玩完了。而在回忆当时脑袋里的念头时 ，Benzo 表示：“我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相信我不是激进分子。” Benzo 表示，在祈祷片刻后，他交出了网站的数位金钥和比特币钱包，并向调查人员讲述了丝绸之路 2.0 的运作方式。他没有说出其他人员的名字，因参与者都是匿名的。对于 Benzo 的反应 ，Deryegian 如是说道：“他立刻就有了悔意，我觉得他是真心悔改的。”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在联邦检察官 Katie Hoan 反对保释后 ，Benzo 在奥克兰监狱度过了被捕后的头几个晚上。在一次听证会上，法官告诉他，他将面临至少10年的监禁。后来 ，Benzo 被转移到了纽约皇后区拘留中心，并在那里接受起诉。在 Benzo 抵达拘留中心的几周后 ，D'Agostino 将他带到了联邦调查局唐人街附近办公室的一间审讯室。特工们将他靠在办公桌上后，将一台膝上型电脑放在他面前，要求他提供技术帮助。就这样 ，Benzo 与联邦调查局的合作开始了。那是我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次骇客松。Benzo 说，他意识到那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局对丝绸之路 2.0 的突袭，只是查封数十个暗网市场的第一步。D'Agostino 说，当时的 FBI 已被资料淹没，急需有技术能力的人来帮助处理这些资料。调查人员开始与 Benzo 的律师 Jean Jacques 讨论合作协议。如果 Benzo 愿意向政府提供协助，法官可能会在将来对他从轻发落。很快 ，Benzo 就被单独留在上了锁的联邦调查局审讯室里工作，手铐也被摘掉了，但上厕所时仍有人看管。一天 ，D'Agostino 递给 Benzo 一件马球衫，让他穿上，然后开车到了皇后区的一家购物中心。D'Agostino 给了 Benzo 一张5美元的钞票，让他在美食广场闲逛，而联邦调查局特工则把 Benzo 当成小孩一样看着。在他买回一杯温迪咖啡后，问他要回了零钱。D'Agostino 说：“我们的目标是慢慢的、逐步的与他建立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更信任他，掌握更多的资讯。”2014年 ，Vincent D'Agostino 担任 FBI 特工时逮捕 Benzo。此后，他离开了该机构，最近投资了 Benzo 的初创公司。2015年7月 ，Benzo 承认了4项罪名，包括贩毒和洗钱，并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正式承诺为政府工作。入狱8个月后 ，Benzo 获准搬到皇后区的一间公寓，成为了一名全职的带着脚踝监视器的网络犯罪顾问，以自由和津贴1美元的披萨、牙膏和地铁乘车费作为报酬。在此期间 ，Benzo 帮助调查了大规模的企业骇客攻击，追踪比特币交易，以试图识别罪犯，甚至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为调查人员开展了培训。他说：“
美国政府持有大量加密货币，如何保证它们的安全，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Benzo 认为自己特别幸运，因为他在正确的时间掌握了政府需要的技能，而以 Dr. Clue 为名为其提供服务的 Brian Ferriero 则被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Benzo 认为关联度较低的人被判处更重的刑罚，从根本上是不公平的。Benzo 拒绝谈论他在政府工作的具体细节，不过他提到了这样一个案例。Benzo 表示，此前有人威胁要炸掉纽约市的一所学校，并索要比特币赏金。Benzo 通过追踪加密钱包地址，帮助确认了此人的身份。FBI 拒绝发表评论，发言人写道，没有公开档案详细说明 Benzo 的行动。然而 Benzo 看似自由的生活，也让其患上了被害妄想症。他说，一旦你被一个民族国家监视你看世界的方式，就真的变了。他觉得自己一直被监视着，也害怕被丝绸之路 2.0 客户认出来。好在 Benzo 接受了治疗，费用由政府承担，恢复了正常生活。他会在露天的开放麦活动中唱歌弹吉他，也开始去教堂做礼拜，结交朋友。只是他一直隐藏着自己的过去，大家都以其中间名 Emerson 称呼他。Benzo 常去的教堂 City Light Church， 当时的执行主任 Michael White 说，身为牧师，人们对我通常都是敞开心扉的，但有这么一个人，我除了知道他叫 Emerson 之外，其他事情我一概不知。新的开始，在接下来的5年里 ，Benzo 和曾经摧毁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 2.0 的一些特工一起工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比特币成为主流并突破1万美元后，一些政府雇员离开了政府，进入私营领域。更具体的说，是进入了加密货币行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曾经反对 Benzo 保释的联邦检察官 Katie Hoan。他于2018年加入了风险投资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投资加密货币企业，并在4年后筹集了自己的15亿美元基金。D'Agostino 最初对比特币持怀疑态度，但后来他也相信比特币将改变世界。他在家里安装了比特币挖矿软体，并最终离开联邦调查局，加入了一家私人安全公司，为遭受勒索软体攻击的公司提供帮助。Duriagian 目前也就职于区块链分析公司 Chainalysis。随着身边的官员纷纷离去， Benzo 不知道自己还要在政府部门工作多久。从理论上讲，他是被保释出来的，但他还没有被判刑。所谓的忏悔也没有确定的结束日期。前检察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 Daniel Richman 表示，对于 Benzo 的这种安排并不常见，但在某人罪责足以提起公诉，但又不至于在保释期间构成风险的案件中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听起来像是契约奴役。Richman 补充说，但最终对双方都有利。到了2020年 ，COVID-19 为 Benzo 提供了一条潜在的出路。当所有人都开始居家办公时， Benzo 向法官询问他是否可以住在休斯顿父母的家里工作。第2年春天 ，Benzo 认为自己已经帮助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于是要求法庭正式宣判罪行。3月，他和父母飞往曼哈顿参加了听证会，穿着西装和不合脚的皮鞋。Benzo 收到了他所希望的判决，服刑期满，缓刑3年。在此期间，他必须根据需要继续为政府无偿工作。由于判决结果未公开， Benzo 也避免谈论此事，因为他担心会危及这项安排。尽管如此，在有犯罪记录的情况下， Benzo 在生活中很难找到工作，他需要偿还父母为其支付的法律费用，也需要抚养自己的孩子。在3份 offer 被收回后， Benzo 决定在2022年春天创办 FedMax。他说其毕生梦想就是成为创办人，而这次是合法梦想。Benzo 在监狱里待了8个月，并根据合作协议协助政府多年。2021年3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和3年缓刑。FedMax 的口号很简单：核实公司是否拥有其声称的加密货币，以及这些加密货币是否干净。Benzo 认为，其多年的政府工作经历提高了他的可信度。他也为 D'Agostino 成为 FedMax 的投资者而感到高兴。Benzo 说：“我让逮捕我的特工相信了我。”在 D'Agostino 离开联邦调查局后，两人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络。Benzo 还住在纽约的时候， D'Agostino 曾邀请其一同烧烤，一同卡拉 OK。而在 Benzo 创办这家新公司时，他打通了 D'Agostino 的电话，并向其寻求建议。D'Agostino 说：“现在和我说话的人已不是10年前我逮捕的那个人了。” D'Agostino 并不是 Benzo 在新生活中遇到的唯一一位前同事。Benzo 也曾向政府机构推销过自己的软体，包括丝绸之路调查员 Alfred 仍就职的国税局。生活就是这么离奇。Alfred 回忆起一次视讯会议， Benzo 向他和其他
艾尔斯探员做了演示。虽然重罪犯不会被禁止为联邦政府工作，但圣克拉拉大学的政府道德专家 John Pelissero 说，他对 Bensel 没有被列入禁止雇佣名单感到惊讶。Alford 未透露艾尔斯是否在使用 FedMax。Bensel 不愿透露目前公司的具体客户，也不愿透露筹资规模。FedMax 规模很小，只有2家承包商，但 Bensel 称公司是盈利的。除了经营新公司外， Bensel 也认识到了经营贩卖危险品网站可能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住在纽约的那段时间，一位朋友因吸毒过量而死的经历让他确信，鉴于丝绸之路的使用者数量之多，一定有人会因购买毒品而受到伤害。在去参加Consensus 大会的路上， Bensel 在一家咖啡店点餐时使用了自己的中间名，一方面是出于条件反射，另一方面也许是他还在思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他想象着当他开始使用自己的全名时，某个丝绸之路受害者可能会愤慨地与他对峙。人们有权这么做，他说，所以我常常在想，我该怎么面对他们。总结 Blake Bensel 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罪恶悔改与重新开始的精彩案例。他曾经是暗网毒品市场思路 2.0 的创办人，从事非法活动并积累了巨额财富。最终他在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转而与政府合作，帮助揭露和打击暗网犯罪，甚至在监禁期间为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如今他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在加密货币领域创立了新公司 FedMax，专注于提供追踪加密货币交易的解决方案，并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和技能帮助防范未来的金融诈骗和犯罪。Bensel 的背景和经历也反映了他从小对技术的热爱，如何从一名自学成才的编程少年，逐渐成为暗网毒枭，再到改过自新的企业家。他的故事也凸显了加密货币和暗网的演变，以及政府如何适应新兴的技术挑战。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请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吧，谢谢大家。